读那个对，大家好，我们是大家好，大叔中文好，这个又有新闻对吧？我们今天我带着们今天的任务来的。新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不过呢，在这个说这个重大的发布重大新闻之前，我们先要告诉各位同学，我们的直播课改时间了。变叔，我们的直播课为什么要改时间呢？因为我们每个星期四有一个节目，对吧？有这个我们正常的播客，对，所以那这样的话，大家要等好多天，如果第二天见到我们是不是？对啊，很快的看到直播的话，我觉得2天连在一起有一点容易腻，所以我们就分开一点，以后都改成周一直播，周四播客，这样的话。大家每3、4天就会再见到我们一次，看到3个帅气大叔因为好多同学抱怨说你们节目太多了，我们都看不过来了。对，那我们现在不是只剩2个节目了吗？现在就剩2个，就简化了。对，好，佳妮金主来了，金主，佳妮，我们加了一些这个 emoji 不是表情，你可以试一试，你看你能不能发，应该你可以发一些表情。我们也可以发吧？我们可不可以发？我们可以吗？我们不是会员，我们发不了吧？可以吧？我们是会员我不晓得我们可不可以，好像没关系。对，金主2号来了，金主2号，对，林子也来了，对裴静也来了，欢迎裴静，欢迎裴静，对。好，那我们今天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各位，我们的直播课从周3改到周1。那每周一的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到8点。对，我们今天有非常多重大消息需要发布出来，让大家知道。那接下来这件事情呢，就是攸关会员的权益，因为我们现在大叔中文大受好评，大受欢迎，会员不计其数。所以这件事情呢，攸关数万会员的权益，所以没有啦，其实才10几个而已。没有啦，40快50了，快50。油管加 Patron 对不对？我们也有40几个会员了，也蛮多的。对，谢谢大家的。那我们会员制有一个新的这个改革，对。无耻 baby 是什么呀？我没听懂，我没看懂。我也没有看懂什么叫无耻 baby。佳妮能不能？大叔是要跟 AI 那个抢我饭碗的无耻对，首先我们就是一个新闻，就是我们的 AI，我们的 AI 的网站就是包括我之前工作的公司，就发现这些初创公司就是做了很好的产品以后，就很容易被另外一个公司给收购。收购以后，他们原来就这个产品他们就不太做了，或者不要了，或者是他们整合以后看大公司的那个母公司的决定是什么，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突然收到通知说我们的 AI 网站不可以继续运营了，然后他们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能把 AI 还给我们，那我们就只能自力更生，以后我们就自己创造福利，我们不会购买其他人的不求他人服务，对，所以今天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些新的这个等级，我们做的一些新的会员福利。好，不过我们先跟 Rio 打招呼哈，你好 Rio。对，你好 Rio，你是来自巴西的朋友吗？看到 RIO 全部都是来自 Brazil 还是巴西？好，这位同学应该是来自柬埔寨的越南吗？柬埔寨或越南哈？柬埔寨或缅甸吧，我猜是缅甸。反正他们感觉欢迎，对。好，那简单告诉各位，没有佳妮，我们并不是要吐槽 AI 啦，是说，本来我们的第3阶的会员，我们的会员福利是 AI 的中文一个练习的一个平台，不过这个平台是我们大叔中文必须付费租用，然后由笨叔帮我们做内容上去。那因为这个提供这个 AI 平台的公司被其他公司并购了。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平台可以使用了，也就是说，今后就没有 AI 的这个会员福利了。那我们3位大叔讨论了很久，集思广益，终于想到了一个很棒的补偿方案，对不对？就是说，
没有了 AI，各位同学、各位会员，不用太担忧，我们新加了一个更有趣、对你们更有实用性的这个东西。那我们请灿叔来介绍。但是我们要先把我们总的级别介绍一下吧。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4级会员啊，4级会员。那最低的一级会员是这个小什么肉？鲜肉。小鲜肉，新鲜的鲜啊，新鲜的鲜。对，对应大叔嘛，大叔跟小鲜肉们啊。就是一样，同义词啊，2个是同义词。对，大叔跟小鲜肉是同义词啊。那如果大家加入这个 Patreon 的话，你们会拿到我们每个周4的播客的 PDF 的文字版本，包括简体字和繁体字，对吧？还有没有英语？就这2个，对吧？还有音频，啊。音频。如果你是从 YouTube 来加入我们的1级会员的话，你还可以得到这个。比如说现在看佳妮他的名字，会员的名字会有不一样哦。直播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发一些会员专属的贴图啊。对，然后你会有不同的标志啊，你会有不同的 mark。而且就是每个月有两个额外的视频。对，就是双周。是吗？1级会员有2个视频吗？有。对啊，有啊。小鲜肉这么好。对，小鲜变叔快给我解释一下，可以看到什么视频？小鲜肉除了我们本来周4的视频的这个文档之外，还有音频之外呢，我们还多加了一个小鲜肉就有哦。那我们请灿叔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视频？就是小鲜肉，本来我们当时不是做了一个这种反应的视频，对吧？是周末特辑的，我们把那个内容就是设为会员专享内容啊。对，就是我们当时呢，因为小鲜肉的话，我们把它不是每个星期都有，但是每2周都有一期。对，我们3位大叔会看一个中文的这么一个视频，大多数是中国人。但是我们每次会看不一样的啦，给大家介绍一些其他的频道啊，其他的中文的资源。等于说你一边看我们的反应，一边你也知道了一个好玩的新的频道可以去关注。对，我们会对里面的内容进行我们讨论一下。比如说上一期讲那个租房子，我们会讨论一下我们关于租房子的想法。对，我们还看过这个其他的外国网红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或者是我们也看到一些地道中国人的生活，比如那个早餐铺的老板，对，早餐店，对。其实反应视频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学生可以看租屋的视频，你可以学到很多租屋的中文用语。那我们比如说看早餐店，你可以看到一些开店的一些中文用语。或怎么准备早点相关的用语，其实都是很实用的东西啊。Hello Nolita， 你好。你好 Nolita。那所以小鲜肉其实非常的便宜，好像只要3美元每个月。3美元，很便宜的价格。可以通过YouTube 或者是 Patreon 加入都可以。那 YouTube 的话，直播会大家更互动性更强，更好玩一点。那其实3美元也是一个支持大叔的一个会员的方式。那也希望各位同学，如果你希望大叔走得长远，能够长久的经营下去，那一定是需要你们的支持哦。所以小鲜肉福利很好，第1集对，第1集就有这么多的福利哦。好 ，Nolita 太好了吧？要是我啊，我一定加入的，实在太对。要是我也学中文，我肯定加入。我会加入这个最高级的福利，一会儿再说。好，那我们第2阶呢，叫做小什么？咸肉。贤惠的就是贤明的贤，这个不能说贤惠吧？对，还有贤惠一般女观众，我们也有大观众。这个贤表示也很聪明的意思，很贤明。对，小鲜肉。好，而我们有一位来自不知道哪里的同学，明博，法国吗？同学，克雷蒙，我们的粉丝，对，克雷蒙明博他常常关注我们，对，真的，对，你认识他吗？明博认识啊，我们还上课来着，对。
铁粉。欢迎民博铁粉。他现在在台湾啊，你可以见他。真的吗？民博在台湾啊？家台湾。那可惜你是男生哈，直接跳过。好，咸肉这个小咸肉，我们一定要请灿叔介绍一下。小咸肉享有小鲜肉的福利。对。然后对了，这个周反应视频是双周更一次，也就是对，2周更一期，对，1个月就2期这样。对，好，我们还有这位 GP 部，GP 部，GP 部，你好，你好，读得很慢，就感觉是另外一个感觉了。GP 部不好听，感觉 GP 部。小鲜肉还有什么额外的福利呢？小咸肉啊，小咸肉，对，小咸肉首先要享受所有的第1集的福利，第1集的都有。对，是的，它就是每一集要高1集都能享受前1集或2集的所有福利。对，没错。好，小咸肉其实是一个和这个名字有关系，它是关于这个故事，中国传统的一些故事。对，这个故事的形式呢，其实是连环画。那边有这个图片，对，我秀给大家。对，让茶叔给咱们看一下图片，大家一看就知道。就我们会做一个视频，这个视频会讲一个中国的传统故事，对吧？来了。对，这个对。然后这个传统故事会有上面有图片，对吧？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小人书。对，小人书。下面的这个文字是我们简写的，就是它本来的文字会比较难一点。对，我们会请专业的这个中国人帮我们改写。灿叔把这个 HSK 10集给降成了 HSK 6集啊，或者更4、5集了，没有。然后我们也会请专业人士帮我们翻译成英文。这是 ChatGPT。对。我们还有专业人士帮我们朗读啊，对，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个就是我们了，这个不用 AI 了，对，对，因为我们大叔中文成本没有办法雇专业人士，我们就自己充当专业人士。而且我们3个大叔的声音就本来很好啊，干嘛还要找这个？本来就已经很美。大叔中文等于3个大叔和 ChatGPT 什么？不错，阵容坚强。对所以我们有小咸肉这里有小咸肉是第2阶的，除了享有小鲜肉的所有福利之外，每周1次，各位同学可以看到1则很传统的一个中国故事，非常对，这些故事你就好多都被改编成其实电影啊，比如这个《倩女幽魂》啊、画皮啊，就是我们选的这些故事都是这个，你要跟中国人讨论的话，他们也都知道这个故事的设定，对吧？是的，而且通过这些故事更能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人等等。所以各位同学不要觉得只是随便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跟中国文化、传统、历史都是紧密相关的，所以我觉得比你们平常买到的故事书更有意思，而且可以学到更多纯正的中文啊。对，就是你们觉得我们1期的那个播客的文本太长了，你就可以看这个视频，因为这个视频比较短，这个故事也就不到5分钟吧，然后我们5分钟左右吧，可能对5、6、7、8分钟，可以一边结合着图片一边来这个文字来学习。对，我们提供的其实就是 Word 的版本，就方便大家有些查词呀都方便，真的是方便好，所以如果你对学习，如果你中文水平到了一定的水准之后，你想要再学习更多关于文化的历史的部分，小鲜肉非常的小咸肉，对，小咸肉咸让你变得很充满智慧，对吧？咸就是智慧的意思智慧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2阶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3位大叔要告诉各位同学的就是，本来的第3阶它的 AI 的 AI 本来是我们的小线肉，那个肉馅，对吧？我们那么大块的肉馅没有了，所以我们要填充一个新的不错的新的肉馅肉饼。对，所以呢，这个我们第3阶的小馅肉呢，我们做了一些改革。
那其实我们也在思考 AI 这个学习平台，有时候它的使用率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3位大叔在思考用另外一种方法，让各位同学能够更容易的学习到一些很重要的日常的谚语，地道的。对，因为好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成语什么意思，或者说我觉得学成语没有用啊，但是确实有一些是有用的啊，可能你需要真的有一个中国人告诉你哪些是常用的，最主要是哪些真是常用的，这个最主要。对，就怕学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用不到，这样就是。对啊，你学了一些很难，你说出来，结果那个人从来都不用这个成语，那你真的就是白学了，对吧？要学还是要学那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反反复复会用到的成语啊、俗语啊，或者是网络一些有一些网络用语，你要知道是口语可以用的，还是说只能是在网络用的。然后有一些这个成语到底适不适合在这个情况用，对吧？可能你学了这个成语，你用出来用错了，那大家也会困惑，你为什么突然说这个成语？其实我们3位大叔是中文老师，我们也是英文的学习者，对不对？所以我在学习英文的时候，我就会在思考这个单字是不是你们外国人常用的，这个词汇你们外国人到底有没有在用？我学了，要是你们没有用，那我学来干嘛？我自己都会有这个疑惑。所以当各位同学学中文的时候，想必也有这样的一个疑惑：这句谚语这么长，我学起来一定要有用处啊，不然我学了干嘛？所以你们一定需要一个母语者告诉你们，这个东西是会用的、常用的、生活必须的，中国人都会讲的。所以我们干脆把 AI 这个平台改成就是教各位这些实用的谚语的视频。我们来把关，我们来挑这些最常用的，然后把它们挑出来。比如说这个，对吧？对。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个谚语，对吧？打肿脸充胖子。好，所以这个如果各位同学看到这个谚语，到底会不会用？一定常用，因为是我们大叔挑出来的，我们帮你挑出来，绝对生活常用的。那我们不只挑出这个谚语，还会给你看这个很棒的插画。我们对啊，他看的时候可以帮助你记嘛，因为打然后脸肿了，对吧？打肿脸就变成胖子了，对吧？对，本来他不是胖子，他要打脸。对，图像记忆法很棒。那当然，我们同时这边也会请专业的老师帮我们加上英文的这个翻译，然后还有中文的这个解释所以你会很清楚的了解它的意思就是描述一个人以夸大或伪装的方式来那你来呈现自己的财富、地位或身份，以求得他人的认同或敬重，就是假装你是有钱人，假装你是社会地位很高的人来得到别人的认同或敬重。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会提供场景也给你一个语境。然后通过这个语境的对话呢，你可以更了解怎么使用。然后这个谚语是比较属于褒义还是贬义的那方面。然后呢，语境怎么使用才正确比如说这个我们会有一个模拟的情况、模拟的场景，让你比较容易了解怎么使用打肿脸充胖子比如说打肿脸充胖子，我就觉得说，有时候你请客的时候，在餐厅吃饭的时候也是蛮常用的。你分明就是没有什么钱的穷小子，结果你还硬要面子请大家吃饭，对，这种就是打肿脸充胖子明明你没有那个能力，你却要做那样的事情所以这个就叫打肿脸充胖子。那非常的比如这个明博，如果克雷蒙明博到这个巴塞罗那来玩，然后我说你来吧，来了我请你，你可以住我家。但是我其实自己还没有房子呢我刚搬家过来，我还没有找到房子。但是明博过来了，我就赶紧租一个很贵的房子。我说我住在这儿，但实际上不是我的公寓。对，我骗一下明博这是我的公寓，这是打肿脸。这其实这个这很多就和中国的面子文化相关的，就是这个。
而且这个只是一部分，大家看到这有个文本，这是我们提供的2个东西之一。还有最后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部分是文化解读，这个也很重要的，因为对这个也是我们请专业的老师帮我们写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文化的，我们从文化的层面。GPT 写的好多呢，我要把里边挑出来最重要的。对，要简化。那所以其实这个打肿脸充胖子是跟中国文化里的面子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这个还有高消费文化，就是现在对，越来越多的这个重视高消费嘛，对吧？买奢侈品来展现自己。除了了解从语境词义上了解打肿脸充胖子的意思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文化层面去解读它，所以可以把这个谚语从头到尾彻彻底底的好好把它学会。就是你还要学一下中国人是怎么想的啊，怎么看，怎么想问题。你可能知道词的意思了，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中国人的想法，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就打肿脸充胖子就变成了一个这么流行的一个这个谚语，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对吧？又这么常用，所以我们为什么会挑这些？就是真的是常用，中国人会用的那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来，我们请这个我们的专业老师来背书。对了，背书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大家这些字都认识，对吧？那可能你不知道这个谚语，就我们会把这个拿出来。你看完之后，然后就可以直接来记忆了。就是一方面，这个图你都认识，对，然后图也帮你。对，这个就没有解释了所以我们一样会从这个字义、英文，还有包括文化层面、语境等层面，让你了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跟做事的心态。很多人觉得他不想接太多事情，你多接一件事情啊，就多了一件麻烦。所以很多人就是不如不做事，少做事，麻烦会更少。所以慢慢这个谚语就出现了。多一件事情，我不如少做一件事情，免得产生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对，我们挑出来这些主要是为了跟那个市面上的一些教材对比，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市面上的一些教材，他们收录的这些谚语都不是常用的，对，使用度不高。有一些太文言文了，我们也觉得就是你如果你的连对中国人来说都比较难那中国人都不用，最主要是。对啊，像第一中国人不用，第二太难了。像灿叔在亚马逊也找了这些别人出的书，那我们发现呢，我们做过一些研究，发现你看这个口是祸之门，舌为斩生刀。说真的，我这辈子还没看过这个谚语，我也没有听过，我听都没听过呢。可能是佛家的，我觉得是佛经里面的，引用佛经的吧。但是说真的。各位同学，你要是把这句学起来讲出来了，大家都满头问号，你在说什么东西？你在说什么？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懂。你可能要跟那些学者去聊的话，那个对古诗词文言文这样对那个了解可能法师道士讲他才听得懂所以这个使用度真的不高，甚至我说实话，我自己都没听过。那你说下一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此，这个有听过。听过，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话的时候，没有人会用这个是的，我只有在看电视剧的时候，可能看过里面的演员说过这句话而已。而且我只听到他们说的是后面这句而已。烦恼只因强出头。对，这句话就刚好那个宋平刚才问老师，在电视剧里用成语算是常用的成语吗？这个真的就看情况了。我们挑的这些都会电视剧里应该也会出现的，打肿脸充胖子这种电视剧。不是，我是觉得电视剧，比如说你看很多古装剧里头，它出现的成语，它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会用到，不会用的。但是当然我们母语者听得懂，但是我们不会用在日常生活中。但是可能你在古装剧里面，在历史剧可能会听到。所以我觉得电视剧用的就要看你如果是看比较现代的戏剧，可能就使用度会高一点。对，我们选的都是现代剧里边都会用到的，都常见的。而且平常母语者说话会用的你看这个市面上卖的书，不卷裤脚不过河，不摸底细不开枪，说啥？我从来都没有听过这个谚语。
我真的这个其实有的老师是那个美国那边的华人，就是可能2代3代移民了，就出书的时候自己去网络上找资料，就随便截录一些来。但是我说实话，你像这一句，我连听都没听过。有一些有点脱离现实，对，如果你们真的买了这本书，学了这一句，然后跟母语者聊天的时候就用了这一句，大家真的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所以一定要挑日常生活真的会用的，这个才是重点哦。好，然后这个只是我们的一部分了，对吧？这个对，好像有的这个市面卖的书会教你一些成语或谚语，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个当然我们都听过，但是我个人很少用嘛，日常生活不用，对，基本就不会用。歇后语用的不太多，因为它这个算歇后语了。这个算歇后语，然后这个算比较书面语啦。可能你单独用摸不着头脑可以，就不会说再加上前面了。丈二和尚对这个说实话，当然听过，但是口语上的使用度非常低。我没有听过有人跟我这样说过。没有，我也没听过。灿叔突然跟我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我真的摸不着头脑。对，可能我会说这个让我真的这件事让我摸不着头脑就够了。对，可能不会说歇后语了。对，然后成语方面也是一样，有些成语使用度真的也不高，然后你去囫囵吞枣，当然我们都懂意思，但是不会用，生活中不会用，很少会用的这个东西。我觉得除非各位同学你是想要学习属于中国文学或书面语这一块的话，才有必要学习这些东西。这算是一个比较高水平的中文学习者才会去接触到的东西。对，好，没有错。然后我们这个其实是一部分，然后大家看了这个 PDF 以后，其实我们还专门的为这个第3级会员，还能听到我们，就是我们第3级会员除了这个 PDF 之外呢，我们相应的，比如说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个打肿脸充胖子这个谚语，我们也会做一个5分钟的视频，然后我们3位大叔就会在这个视频里边再次的介绍、讨论和举例来解释打肿脸充胖子这个谚语，而且是一种很轻松的搞笑的氛围去聊这个事情啊。对，就一方面大家会有这个大叔们的这个比较传统的我们互动的方式来讲这个词，另一方面你也有这个更正式一点的，如果你想认真的复习去看更多的语境怎么使用。对，最主要是语境，我们会讲一些比较真正的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这种语境，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用。所以我觉得小鲜肉呢，我们来梳理一下哦，就是小鲜肉，对，小鲜肉，这么多线在里边对，我们这个第3阶的小鲜肉，本来的 AI 的中文学习平台就没有使用了。我们现在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刚刚介绍的，属于介绍中国人常用的谚语、成语或者词语的部分。然后我们会提供文本。然后这个文本包括了中文、英文、语境，还有文化层面的解释，那让各位同学能够知道这个词语的实际用法，然后而且是真的会用的，日常生活会用的。另外就是我们3位大叔也会录制一个5分钟左右的视频来介绍怎么使用这个词语、谚语或成语，所以你可以你不只是学到这个词语啦，你可以从我们3位大叔录制的视频里面学习到我们是怎么去解释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物超所值。为什么我说物超所值？因为我们还把小鲜肉的这个价格下降了，降低了，变成本来好像$16变成$10了。对，现在就是$10你就获得这么多材料了啊，3个每周都能获得一次。对，而且这个是周更，每周会更新一次。然后呢，$10也可以享受到前面2个会员，2种会员的的那个材料都得得到。所以呢，这个我觉得非常划算，$10就可以了。所以其实是蛮好的，我觉得这个蛮推荐大家就直接加入小鲜肉了啊，10瓶水的价格。对，10瓶水。
水有那么便宜吗？没有，这边水更贵啊，这边你看5瓶水的价格。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觉得我会花$10，然后变成小鲜肉，然后我还可以享有前面2个小鲜肉、小咸肉的，对，前面2种肉的这个材料我也都得得到。我觉得这些材料就够你1个月的学习了，你1个月的学习就非常充足了啊，所以我觉得是的。各位同学如果喜欢，大家还想再练习说的话，因为刚才都是自学嘛。如果你想找到跟其他同学一起聊天的机会，找到一个社群这样的感觉的话，然后想跟大叔们也聊天的话，我们还有这个最高阶，对吧？我们的小鲜肉的级别，对，小鲜肉的话，我们就会有每周的这个跟大叔们见面的机会，然后跟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对吧？比如宋平，我们每周的朋友，宋平每周都有机会能够跟我们3位大叔聊天哦。那小鲜肉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每周口语聊天的一个的材料了啊，的一个会员的机会，对的机会还有福利。所以如果你真的对3位大叔非常喜爱的话，你可以加入小鲜肉，每周有1次，然后大叔们小鲜肉对，然后我们大叔会每周给你们一个主题，我们就聊那个主题，或甚至玩游戏等等哦。所以目前我们小鲜肉也有几个5个6个吧，都有。所以那个老朋友来了 ，Harvard 打个招呼啊。我以为变叔说老婆来了，吓我一跳。什么时候蹦出个老婆来了？啊，这个 Harvard 对不对？哎，这个是哪里的语言啊？上面带一个这个点圈的，是北欧的吧？啊，应该是北欧、瑞典和芬兰的朋友吧？名字看起来像北欧的朋友。好，所以小鲜肉好像是$30，对不对？对啊，让每个月有4到5次的机会4到5次的跟大叔们对，然后我们会给设置一个主题，设置一个讨论的话题，或者是一个游戏的任务，所以你可能还会想怎么。这个周1到周5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准备一下，想一想到时候。对，这其实有点像小班课的感觉了，都是。对，小班课。你要如果喜欢给自己一点压力，然后周末的时候表现一下，说一说，然后大叔们给你纠正一下都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对。哎，昨天你们不是有那个鲜肉聚会，大家的反馈怎么样？大家，大家我觉得。很好啊，很好啊。对啊，大家，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有很具体的想法耶，比如说，对，像建国就说，他希望每周的词语我们都可以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分享出来，所以我昨天就把它复制下来，然后我就请专业老师帮我们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还有加上拼音，对拼音，所以这个很多小鲜肉都觉得不错。然后也有对，因为我们一边 meet up 的时候，一边会把那个打下来，对吧？打字，把同学们说到的或者是表达不出来的那些词，我们会写下来，然后最后总结发给大家。我后来看那些词汇，我发现这些词汇也蛮实用的，所以我觉得的确是可以把它贴出来，然后让他们回去复习，我觉得蛮好的。是的。宋平说，跟3位大叔和同学们的聚会真的很好玩，而且可以练习说中文。对啊，有时候我们玩游戏，然后加深了解，对吧？2选1啊，或者是这个3个里边其实每次小鲜肉聚会的时候，我都觉得没什么压力，反而觉得在跟老朋友聊天。对，所以那个感觉不像在练习中文，好像在跟一群朋友在开那个学术或那个心理分享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所以各位同学如果很喜欢这样的 meet up，然后喜欢3位大叔，你们可以加入小鲜肉，$301个月，但是可以享受4次的至5次的口语聊天课。当然前面的会员福利你们都享受得到。我觉得这些材料加起来真的对1个月的中文学习是非常非常足够
非常足够。如果你每一个材料都用心去学习，用心去研究的话，其实非常足够，而且你可以学到非常多的东西而且$30其实在这个网上找一个老师也是差不多这个价格，1个小时，然后等于说是私教课在这面的话，Patreon 或者 YouTube 加入我们的话，等于说$30你除了4次跟我们见面以外，然后还有那么多材料，对吧？之前的那些材料、视频啊都有。证书严格来说$30，如果你在网络上找一个中文老师，大概就是1小时的课，对不对？对。所以$30，你在外面找中文老师帮你上1小时的课，差不多就是$30。但是你加入了大叔的 Patron 或这个油管也是一样你加入之后，你可以享受1个月4到5次，也就是说4到5小时。之外，你还可以有前面我们刚刚讲的这么多材料，真的是物超所值，我觉得非常划算，而且甚至非常便宜。对，主要是我觉得我要跟几个同学一起的话，我会觉得我有点压力，就是觉得我要准备一下，然后我才能，因为我不想就是在别人面前丢脸嘛。但是如果我是1对1上课的话，我可能就懒得写作业啊，或者是懒得自己学习，直接上课就觉得更有动力是吧？对，我就觉得会真的想到有一点压力，就会给我这个真的去学的动力。有压力更主动一点，对。你像加入我们小鲜肉的这些会员，他们都说，他们现在因为加入小鲜肉，一定都要事前几天要先准备一下，要说什么，然后要准备。你像昨天可能Ben叔不晓得，灿叔昨天是不是那个 Jennifer 还说，他为了我们的这个聊天课，他还去加入很多其他老师的课程，就是是的快速的让他的口语进步到怪不得他周日说那么好。对，Jennifer 进步自己在底下也有跟着别的老师在学习。我说他们怎么老催我说老师下周的主题是什么？快发给我。就早发给他们，早准备了。这件事情是我跟灿叔昨天才知道的。Jennifer 刚好我们昨天讨论一下，就是上了半年的课，那你有什么感觉？Jennifer 才说她觉得进步很多，是因为每一次每周日要上大叔的聊天课，她觉得要事前准备，而且她也因为要快点让自己的口语进步，她去加入了 Puna 老师的课。他去加入的小瓜老师跟 Dolores 老师的课，还加入了什么什么课，反正很多。他为了大叔中文的聊天课，他要强迫自己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快速的进步自己的口语，所以他就加入了这些老师们的课。对，听得我很惊讶对，大家也不要被吓跑啊，因为有的同学可能没时间，你们来的时候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们正在做家务，你们也可以 mute 对吧？也可以不说话，就是静音，也可以听大家讨论什么都可以。对，也可以，我们尊重，我们很随意的，我们不是说一个我们老师说，然后你们写这样，不是。就是 Jennifer 吗？Jeppy 不是 Jennifer 吗？这就是 Jennifer 啊，是你吗？有可能啊，有可能啊，他是 Jennifer 跟 Jeppy 不？对，是啊，你是 Jennifer 吗？偷 Jennifer 偷偷听我们讲话。对，所以我其实听到我会觉得说，这边也分享给各位同学，就是说小鲜肉有时候因为小鲜肉因为就是说很多同学在一起，彼此会比较有竞争的这个心理。简单说就是有点内卷，大家都想要讲得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学习语言本来就要给自己一点压力，这是好事情。但是我们气氛是很轻松的，所以我觉得没问题。原来 JP 补就是 Jennifer 呀！原来就是你。那 Jennifer 偷偷的这个听我们都说的好话，没有说坏话，很多次了。还好没有说 Jennifer 坏话。Jennifer 进步最大的，对，真的。我觉得 Jennifer 进步是我们有目共睹的，真的。对，每一次上完课之后，我们3位大叔私底下都会讨论，谁进步很多。谁聊得很有意思谁的还有宋平，我觉得每次分享也越来越长，然后就开始可能会说一点点，宋平也会说好长这样。对，我们昨天也有
我就分享了，我觉得宋平的优点就是他很坚持。对对对，他学习语言的这个，宋平很谦虚，说自己没有进步很多，但是我就说宋平，其实有时候我们学习语言也是激励其他的人，你的坚持是可以鼓励其他的人，会让其他的人觉得我也不能放弃。还有宋平每次来，他的故事都很有特点，就我印象很深刻。可能我忘了别人的故事，我还记得宋平就是介绍的故事，对，故事很有意思，对，好，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小鲜肉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各位同学可以接触到大叔，也可以跟大叔分享你们的生活，我们都成为彼此的一个回忆的那个感觉啊。以后我回想到这个学生在小鲜肉曾经跟我分享哪一个故事，那我觉得我会忘不了这个学生，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在创造一个回忆，学习中文道路上的一个回忆。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这种氛围，他上课真的就不止上课，真的就是去了解彼此，就甚至有点像交朋友那种感觉。对，我是觉得就是我们3个都还挺有激情的，特别茶叔，因为我们之前也觉得，要不要就是轮流一人1周这样的，然后茶叔说我要在那边，然后我很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带着激情过去的，所以就是它就不是一个课堂。对，昨天我也跟同学们分享嘛，因为为什么我每周一定要来？因为我知道大家最爱的是我嘛，所以我一定不能辜负大家。我走了。这个同学们最爱的一定是茶叔嘛，所以茶叔一定要在，茶叔是大家的精神支柱，心头肉，我就当最帅的就好了。帅是没有啦，但是大家最喜爱的嘛，所以我没有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啦，我也很喜欢跟这些小鲜肉聊天。所以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说各位同学，你们如果想要强迫自己每周要说说话，跟母语者聊聊天，小鲜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说实话，你在网上找一个中文老师，1个小时就是30美元，1小时，但是你加入小鲜肉，1个月有4次至5次，就是4到5小时的聊天机会，所以其实是物超所值，非常划算的。是的，好，那更不要说小鲜肉享有之前所有会员的福利，所以这个是更好的，你有很多材料可以学习因为很多同学学中文是找不到方向的。我认为对于中高水平的同学们来说，大叔中文的这些材料绝对是很适合你去使用的。好，那这个我们今天最重要的就是告诉各位我们这些会员福利的改变，当然也希望各位同学要持续的支持大叔中文。大叔中文现在的会员加起来可能有40几位了，但是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来加入我们，使用大叔的教材，使用大叔的学习材料。其实大叔会员已经50人了，50了，对。就是 Patreon 是40 ，YouTube 这边，然后再加上微信，对，微信也可以。各位同学如果没有办法使用 Patreon 或者是油管的这个 Google Pay 的话，你们可以跟我们联系，也可以用微信微信也可以成为对，Payoneer 也可以，然后或许 PayPal 也可以吧，我不晓得，应该也可以。所以很多方法都可以，只要你想要加入，我们都有各种方法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那当然我也是觉得说一个频道一个中文团队要走得长远，一定是需要各位同学的支持。所以各位同学如果真的很喜欢大叔，那这个你们的支持绝对是需要的。然后因为我们3位大叔真的在一起合作也很快乐所以我们要希望自己走得长久，然后也是做我们爱做的事情，教中文都是我们最喜欢的事情所以在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不要像其他的中文老师的团体就是昙花一现我们就打广告就好了，不得罪别的老师了，不要得罪别的就像烟火一样就看不到了所以我们大叔希望走得长久不要像别的中文老师的团队一样就是
岌岌可危的感觉，这样。应该没有别的中文老师在听吧？刚好有别的老师进来，没有，我就看就是我在就是说这些老师在潜水的，听到这句话一定就会出来讲话啊。对啊，好 ，OK。所以呢，这个就谢谢各位同学了，因为其实我也蛮感动的啦，已经很多同学加入我们大叔，而且很支持。其实我们大叔做不到1年呢，对不对？1年了吗？刚好1周年，刚好1年，对不对？对，大叔中文做刚好1年了。对。然后我觉得订阅数增加的非常快，然后支持的人也很多，会员真的，我觉得1年能够有50几个，我已经很满足了。对，对我很满足，所以明博你要不要上来啊？就是法国帅哥，我觉得明博你要上来的话可以聊天啊，明博。明博好帅，跟我年轻的时候几乎一模一样。他这个他中文也不错，特别流利啊。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明博也说到很多这个高端学习者的一个心声了。通常你的水平，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频道就特别适合像明博这样，就是已经日常交流没有问题了。他想就是简单的意思让大家明白他日常生活中要解决的困难都没有问题，但是想把这个从流利的水平再更进一步，有一些文化上面的、思想上面的，跟中国人有一些更深层次的交流的话，是需要一些而且还有生活中日常用语也有一些更具体的，比如我跟明博上课会学一些这个手势的词啊、动作的词，这种具体的描述的词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那个故事啊，像我们的故事里边就会涉及到很多这种描述的身体的行动的词，对，特别难，描述的东西特别难。对，然后我们文化方面的或者是这个地道的用法上面，我们的3级会员又涉及到了这些更地道的交流的一些用语，我觉得真的挺适合。我觉得我们的会员材料、会员福利是蛮全面的啦，都有都有。因为就我们主打中高级，但是如果是初级、中级的同学也有字幕的，也可以自己学都没问题。对，描述能力真的是学习一门语言最难的部分。林子已经放弃了，林子不要放弃，你是我们的金主。我们的金主，我刚好这个7月中要跟林子碰面。对，他刚好来台湾，跟老公一起来台湾旅游。那太好。我就说你不要理你老公了，你来跟我吃个饭吧。看书都要那个拍照留影啊，这些将来都对，去台湾打卡要见一下茶书，对。好，那么我们差不多了，时间也到了。那这一集直播的目的，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加入会员啊。然后没有呀，告诉大家我们的变化了，新的变化。当然，我觉得也希望大家可以尝试，因为会员这种东西是1个月1次嘛，所以如果你不确定这些材料适不适合你，我觉得你可以试1个月看看，然后呢，阅读一下这些材料，然后看看这些材料对你有没有帮助。我觉得以试用的心理来加入会员，我们也非常欢迎啊。其实好像现在 Patreon 有一个功能，就是7天免费试用。你可以免费试用，对，你在7天之内，比如不喜欢，你可以退掉，不加入。你要是喜欢，对，所以各位同学也不用担心，说我加入会员不喜欢怎么办？你7天内都可以，这个退费。那另外就是现在，但油管我不知道啊，油管 YouTube 油管随时都可以，你不想当会员，随时都可以退掉，更自由。那各位同学，如果比如说觉得很喜欢的，你也可以包年 ，Patreon 现在可以包年，就是你包1年的会员好像比较便宜，好像会打折，会打折。所以如果你比如说你非常非常喜欢大叔的频道，你也不会退订，那你就可以包年，你就当1年的会员，那个费用会比较少一点，这个也是蛮建议的。因为本来我们不晓得，但是因为有会员包年了，我们才发现果然包年是比较便宜的。我们有会员已经是包1年的会员了。对，有一个会员包了这个小鲜肉，小鲜肉，包了新的小鲜肉。对，直接1年，他直接包了1年，然后比较便宜。对，
对，那如果大家就是不加入会员，我们每周一也有直播，别忘了。然后周四有播客，所以不加入会员也可以。对，周一的直播，周四的这个播客，我们还是会继续。其实这些学习资源也很足够，也非常足够。一年多少钱呢？小鲜肉好像是108吧。对，小鲜肉是108，就是包括那个我们教的这个词汇啊什么的。本来是$120会变成108，会变108啊。对啊，就看吧，如果你在 YouTube 的话，你就点那个加入，然后就会有介绍啊。好像只有 Patreon 的就点，好像只有 Patreon 有而已。Patreon 才有一年打折，应该是9折吧。Patreon 才有这样的优惠。油管好像没有，油管没有。所以如果想要包月，可以到 Patreon 去包月，我觉得蛮好的。或者包年，对，包年，对，包年啊。好，林子要给我的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我给林子的礼物就是请他吃饭了。请他去高级的餐厅去吃饭。对林子给茶叔应该是日本的好吃的吧？我觉得酱油，他要给我酱油，包年啊。好，明博说谢谢。对，好，对其实我们周一的直播也会介绍一些词汇啦，就是也会，但是我们今天比较特殊了，更多是介绍场景的应用，场景的对生存中文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今天有重大消息要发布。所以平常的直播课我们会介绍场景中文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本来想要聊个半小时，又聊到快1小时，快1个小时，林子要送酱油给我好，那我们下次下次直播我就在中国跟大家直播，在中国了，在我老家了。Ben叔要回国了希望没有什么问题。对，然后Ben叔也这阵子Ben叔也在忙搬家，他要从马德里搬到巴塞隆纳，还有买礼物，回国的话给家人买礼物啊。对，Ben叔7月下个礼拜嘛Ben叔下礼拜就回国了对好，所以在中国的同学们可以跟Ben叔约见面了我太北边了，我觉得大家到黑龙江的话，如果有这个哈尔滨的同学，可能会方便见一下。东北住东北的朋友们可以跟Ben叔见个面哈尔滨的朋友的话可以告诉我。对，好的，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各位同学，谢谢你们，哇，这还有十几个人看呢，我觉得还不错。谢谢大家还有潜水的 Jennifer 对吧？潜水的JP 部。好，那这个我们下期再见了。下期的直播课会在星期一的时候举行。对，那各位同学有任何问题都欢迎你留言，或者是传信息给我们，然后大叔们都会回复你们谢谢大家谢谢潜水的 Nalita 宋平柱贝老师，谢谢宋平。你们看宋平后面那个照片，你们见过那个东西吗？我之前才第一回见。荷叶吧，叫王莲，对，它可以承重而且你可以小孩子可以坐在上面，对，小孩子的体重可以承重，对。好 ，OK， 那就这样咯，大家再见咯，拜拜。好的，拜拜。拜拜。